全球海军实力排名中呢，日本位居第4。而如此之高的排名，除了其强大的反潜能力和优秀的驱逐舰外，7艘准航母更是让日本重新拥有了远程海上力量投放的信心。今天大兵和各位聊一聊日本的准航母。从1954年海上自卫队成立以来，日本就不乏重新获得航空母舰战斗群的呼声。无论是排量2万吨的直升机航母，还是拥有弹射器的7、8万吨级航母，日本都曾经规划过。可以说，拥有直通甲板的大型水面舰艇一直是日本海自梦寐以求的装备。因为拥有直通甲板的水面舰艇具有极强的进攻能力，可以携带更多的固定翼舰载机或者直升机。大吨位的优势也意味着可以装载更多的武器装备，成为舰队的指挥中枢。虽然日本海自有非常严重的航母情节，但是配有弹射器的重型航母却是他们不可越过的禁区。因此，日本海自只能在美日同盟的体系内将符合要求的装备性能最大化，这也就是日本多艘具有直通甲板特征大型多用途军舰的由来。1998年，日本研发的第一艘大鱼级大鱼号2栖运输舰被部署在广岛海军基地。这款运输舰标准排水量为8900吨，舰长178米，舰宽25米，吃水6米。虽然日本海自将其定义为运输舰，但它呢却采用了直通甲板布局，飞行甲板全长130米，宽23米，所以说它是一艘2栖登陆舰也不过分。在武器方面，大鱼级在上层建筑前后各安装了一门方阵近迫武器系统，用于拦截掠海反舰导弹和低空目标。作为一艘拥有直通甲板的2栖运输舰，大鱼级却是一个天生的残疾。因为巨大的飞行甲板虽然规划了2个直升机起降点，但是舰上呢却没有机库。降落在舰上的 CH-47G 契努克直升机和 CH-53 海中马直升机根本无法随舰常驻部署，只能露天停放。也就是说，大鱼级虽然有2栖登陆投放能力，但是呢没有机库和直升机维护设备，导致垂直登陆能力不足，在现代战场上只能当作运输舰来使用。不过大鱼级的服役呢，却标志着日本海自装备直通甲板的2栖攻击舰迈出了成功的一步。2006年5月，日本开始全新设计的直通甲板大型作战平台日向号作为日向级护卫舰的首舰，在建造过程中呢，可谓是备受瞩目。3年后，日本海自在横滨工厂的码头上为日向号举行了隆重的交付和舰旗授旗仪式，标志着日向级护卫舰正式服役。而日向号在作战能力上摆脱了大鱼级的阴影，完全具备一艘直升机航母必备的各种能力。日向号的标准排水量为 1.39 万吨，满载排水量 1.8 万吨，航速每小时 55.56 公里。它可以搭载至少15架直升机，飞行甲板长度达到195米，舰宽33米。与意大利的轻型航母加里波第号和泰国的轻型航母查克里纳吕贝特号属于同一级别。右舷岛式上层建筑设计得十分简单，因此也让它有了一定的隐身能力。至于舰载武器方面，甚至还超过了传统的护卫舰，有16单元 MK41 发射系统，可以发射 IM-162 改进型海麻雀防空导弹和 RUM-139 阿斯洛克反潜导弹，前后各装有一座方阵近迫系统以及2座3联装鱼雷发射管。日向号作为一艘具有封闭式舰首的直通甲板直升机母舰，优势在于先进的反潜与指挥能力。宽大的飞行甲板设有4个直升机起降点，标准编制为3架 SH-60K 海鹰反潜直升机和1架灰背隼扫雷直升机，同时机库内还携带了11架反潜直升机。值得一提的是，日向号的飞行甲板强度允许起降更重更大的 V22 鱼鹰轻旋转翼机和 F-35 的垂直起降型。2013年6月14号，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V22 鱼鹰首次降落在日向号上，并折叠旋翼转移到机库中，测试了日向号对 V22 的维护保障能力。并且在本次演练中， V22 还降落到了大鱼级下北号上。也就是说，日本当前的直通甲板作战舰都具备停放鱼鹰这种大家伙的能力，而这也为日本海自以后的2栖登陆作战埋下了伏笔。不过，日向号直升机航母虽有轻型航母的外观，但实际上呢，它更侧重反潜能力。
无法装载登陆气垫船投送重型战车，属于超级反潜舰，能为美国舰队充当保姆的角色。如果说 DDH 日向级护卫舰是日本正式拥有直升机航母雏形的话，那么 DDH 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那就是真正的轻型航母了。出云级护卫舰的满载排水量超过了 2.5 万吨，采用4台燃气轮机双轴推进，规模比日向级整整大了一圈。毕竟日本设计它的初衷就是为了搭载垂直起降战斗机，所以飞行甲板的利用率也要高出很多，划分也更加合理，为战斗机备航、起降、停机准备出相应的区域。而它前甲板的设计与右舷外升降机的设计都可以直接看出日本的这一级护卫舰完全具备起降 F-35 此类垂直起降战机的能力。据了解，日向级舰上起降点共有5个，能够搭载15架直升机，而且这还是甲板没有停满，机库也没有被使用的情况下，所以出云级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至于舰载武器方面，它与上面的日向级相差不大，只是将近防系统升级成了海公羊，反导能力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是由于突出舰载机的使用，也更侧重反潜和制海作战，所以水平投送能力还是差点意思，依然不能向岸上投送重型战车。整体来说呢，日本海自为了装备上航母，通过一步步的试探，造出了多款直通甲板型战舰，但是呢，或多或少都存在缺陷，攻击力并不突出。上面提到的大鱼级其实是相对低配的2栖作战登陆舰，可以搭载2艘 LCAC 小型气垫登陆艇，一次性可以投放330名作战人员，10辆90式坦克或者1400吨作战物资。由于缺少垂直登陆能力，所以在2栖作战呢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有限的近程防御系统也根本无法适应导弹横飞的现代海战，因此在现代海战背景下，更多呢是担任运输舰使用。至于日本后续建造的日向级和出云级，则突出了垂直起降飞机的使用，搭载 F-35后将拥有一定强度的防空与空袭能力。如果全部搭载直升机的话，那么这4艘军舰就能拥有不错的垂直登陆能力，但是水平登陆能力呢是几乎没有，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携带 LCAC 这样的气垫登陆艇作战。虽然出云级也能完成2栖运输任务，但是需要港口的支持，其飞行甲板下的空间只能分配给直升机维护和运输车辆，最多可以投送4000名全副武装的作战人员，搭载50辆卡车。从美军的角度看呢，二战结束后，日本海自的主要任务就是反潜，帮助美军舰队对抗苏联、俄罗斯的核潜艇。有了二战的教训，其实美军呢也不想让日本重新掌握攻击力较强的武器，所以日本海自为了发展舰队规模，在建造战舰时就不得不迎合美军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反潜已经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了，导致现在的日本没有一艘具备远海攻击作战的2栖舰。不过迎合美军舰队的需求也就带来很大的一个好处，那就是日本反潜能力基本做到了全球第一了。日本防卫省曾经在2014年表示，准备向美国购买一艘4万吨级的黄蜂级2栖攻击舰。当时日本海自已经拥有6艘勉强算得上是2栖攻击舰的军舰了。那么当时他们还要买这么大的攻击舰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日本政府解禁了集体自卫权，这就意味着日本自卫队不必只在本国受到攻击时才能还击，而是放宽到在盟国受到攻击或者敌人可能进行攻击的前提下就可以对外动武。所以日本的自卫队本质上呢已经和正常军队没有太大区别了。再加上日本海自需要维持从印度洋途经马六甲再到日本的海运线，甚至还有可能与俄罗斯爆发的夺岛战役，因此他们就迫切需要更大的作战平台来撑起大洋作战与夺岛战役。于是排水量更大的标准2栖攻击舰黄蜂级就成了不二选择。黄蜂级攻击舰排水量4万吨，能够携带大量装备，长期执行作战任务，拥有2座海公羊导弹发射装置，2座 IM-162 改进型海麻雀防空导弹，3座方阵近迫武器系统和若干 12.7 毫米、25毫米近防武器。而它突出的其实是超视距2栖突击能力，不仅能够携带大型的 LCAC 气垫船，向对岸投送近70吨重的 M1 主战坦克，还可以起降武装直升机、钥匙战机或者 F-35战机，
配合地面部队对敌方进行火力打击，使用运输直升机快速垂直投送士兵和补给，称得上是全能级的攻击武器。美国海军一共建成了8艘，每艘可以向战区投射将近2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另外，黄蜂级呢也可以转型争夺制海权，可以搭载20架垂直起降战斗机，进攻手段多样化，打击能力强。如果当时日本成功引进黄蜂级，那么将大大增强海上综合作战能力，垂直登陆与水平登陆的结合，可以让作战人员选择敌方防御薄弱的区域实施快速登岛，同时也可以灵活转换角色，成为制海反潜的主力舰，整体作战能力将不亚于中型航母。再加上日本已经拥有3艘大鱼级2栖登陆舰、2艘日向级、2艘出云级，那么日本的海自共计将会拥有8艘直通甲板大型作战平台，其中5艘具备携带 F-35的能力，这就相当于4艘轻型航母和1艘中型航母了，足够日本在西太建立起新的优势反潜网。不过，日本购买美军黄蜂级2栖攻击舰的计划，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却不了了之，日本海自实现大洋作战的愿望也被搁置了。总的来说，日本呢先通过建造不具备舰载机维护存放能力的大鱼级来试探外界的反应，随后日向级的问世，标志着日本开始向拥有直通甲板的大型作战平台靠近。目前日本的海自共拥有3艘大鱼级和4艘直升机航母，在对海对空反潜作战方面呢都有不小的亮点，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当前最大的需求呢就是大洋作战的能力，而这7艘直通甲板战舰都无法胜任这一任务，因此日本海自迫切需要一种既能胜任反潜、制海作战，又能打夺岛战役的大型2栖攻击舰。不过美军呢对于日本拥有明显进攻性武器方面还是非常谨慎的，比如美军绝不让日本拥有具有弹射器的重型核动力航母和弹道导弹，这些呢就是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了，能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国家利益。而2栖攻击舰当然也属于进攻性武器，不过攻击舰任务弹性却非常大，全部换装救援直升机后呢，可以支持救灾任务，作为空中指挥救援中枢，船坞呢也可以转移运输人员，这对于日本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来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换装武装直升机、反潜直升机，搭载海军陆战队 F-35后，黄蜂级呢就成为了一艘攻击能力能媲美中型航母的作战舰只。可能美国的想法呢，如果黄蜂级只用于西太地区，有点大材小用了，这就好像用波音747这样的干线客机来干支线的活。假如未来美军允许日本海自拥有真正的2栖攻击舰，那么将预示着日本在未来的美军行动中拥有更多的角色，可以担任更多的进攻性任务。例如在西太方向上，美军可以通过日本使用2栖攻击舰配合自己达到战略目的，而日本呢也可以凭借黄蜂级的强大攻击能力增加夺岛战役的筹码，使其拥有跟随美军作战的硬件资本。好了，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